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5年前我从老家走的时候，是江阳送我的，开着他爸的那辆破旧的二手捷达，还给我买了点水果跟零食，说让我路上吃。到站之后，我发现火车晚点了50分钟，他就坐在进站口的大圆墩上陪我等了一会儿。我们聊起了以前上学的时候讨厌的老师，聊起了曾经追过的男生女生。然后突然发现我们俩都很惨，喜欢的人总是不喜欢我们。临走的时候，他突然开玩笑地说了一句，说不定咱俩挺合适的。我装作没有听见他的话，伸手检查了一下背包的拉链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到了北京之后，他给我发消息，说你以后出息了，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。我回了他一句，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在一句句互损当中结束了那天的聊天。之后的5年，我们很少再跟彼此聊起些什么，只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才会找对方唠一会儿。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慢慢淡出彼此的世界，形成自己新的生活圈，但我也没做什么挽留，因为聚散离合本是人生常态，没有人是例外的。来北京的第2年，我恋爱了，他在朋友圈里给我评论了一句说，一定要幸福啊。我说你也是。然后再也没有联络过。只是后来没过1年，我就被冷暴力分手。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专门打电话来安慰我，说果然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就笑了，感觉好像失恋不是一件很难过的事儿。可是后来日子回归到平常，我们的关系又再次的回到原地。有时候我会在一个特别普通的时刻里，突然想起他那天站在车站跟我说的那句话，我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玩笑，不过好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前2年聚餐的时候，我听别的朋友说过，说江阳之前也谈过一个姑娘，但没2月就分手了，说是性格不合。那时候大家都骂他说是渣男，说他活该单身。没想到后来他真的一直单着。去年冬天我回老家，他说去机场接我，我不听，我非要坐火车回去，没想到晚点了1个多小时才到站。火车缓缓停靠在站台的时候，我倚在靠窗的位置上没动。我看着外面纷飞的大雪，我终于明白了拒绝机票而选择10几个小时的卧铺火车是一件多么愚蠢的决定。忽然之间，我在外面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江阳，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，戴着一个黑色的针织帽，四处张望着。我提着行李朝他快速地走去，他转过头看着我，也立马笑着迎了上来。见面之后的第一句话是，5年来还是死性不改啊，折腾别人也折腾自己。那天的雪下得很大，他车也开得很慢，一路上我们聊起各自的工作，还有我们失败的恋情，以及这些年我们俩各自身上的变化。20公里的距离，好像把我们这5年所有的经历都跟对方说了个遍。那种放松又舒适的感觉，好像只有在他面前才会有。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又想起了5年前他站在车站门口说的那句话，于是我假装开玩笑地说，说不定我们俩真的很合适。他愣了一下没有接话，然后不一会儿我就到了家门口。我以为这件事儿会以玩笑的方式过去，但没想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，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。他说，我存过你很多的照片，背过你换过的每一个电话号码，研究过你的星座，看过你的每一条动态，还跟很多朋友聊起过你。我好像比自己想象当中更喜欢你，但是我没有意识到。这次你回来，我看到你的一瞬间，我就很想问出那句话，但是我怕最后我们没朋友做，于是我没敢说。在路上你说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很紧张，也很恍惚，我怕自己听错了。但现在想想好像是真的。所以可以的话，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在一起吧。我不知道该要怎么形容那种感觉，大概就是原本支离破碎的内心，突然被一个人小心翼翼地捡起来，然后拼好。这么多年，其实我早已经不相信自己还能遇到所谓的爱情，我甚至觉得没有爱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，我一个人一样可以过得特别好。可是当我真正感受到自己被爱的时候，当我再次感受到心动的时候，我会发现，哇，真好。其实有些人兜兜转转很多年，但你回头，他一直在你身边。